奇迹，欢迎 MRC， 有请。 MRC, Jaya, GG, you will never beat us. 好，看一下起追目标，直接来到了我们这个终点站啊。枯草，它的一个气象。 手上也是带移形，是选择直接跟吗？还是留隐月，然后直接回？还是留了一段隐月的。看一下，这边的话距离拉开，然后回溯的时间已经不够了。枯草的话也是往外围的一个板床区去转一转。对，枯草是画了一个成语，应该是还是选择玩这个站台。对。错。这边的话也留残影，再绕回去。我刚刚的板已经清掉了。这边看，如果跟得快的话，可能能拿上一刀。手上是有回速的，但这里没有选择交，留着自己的回速，再进行后期的一个博弈。手上气象瓶，感觉 CD 刚好差一点，给到一刀。对，来不及释放。一刀很快啊。是。因为你这个气象瓶的 CD 好了之后，你还要画。 你还要把它交出去，刚好抓住了这个也很考验选手的这个手速。没错，来看一下这边回速过来。哦，那这样的话，是的，没出来。就因为前期没有交这个回速省了之后，导致说这边的板区博弈让求生方陷入了一个劣势。对，那整体兵马机的话也是2台的一个进度，没错。加上 Spencer 确实没有漏过自己的一个技能，对，这个有可能得防一下他的闪现。 在外围，对11这边也是先拉开，让18这边过来赶过来救援。但是很远，好在是应该还有一个盾的说法，对，得赶紧续出来。但这个位置的话，这边时间应该刚刚好，应该差不多，但有个双倒，但他有机会打双倒，对我跟一下，因为我手里有技能，你也走不远。没错，看枯草这边还能不能26，有点难啊，手上有移形。对你如果交道具的话，我移形一根。 得看能不能逼个技能，然后再看有没有机会去36了，只能这样了。没错。看一下一个强风推得很远，在前面的话能进到窗户的点位。这边的话还有博弈一个回溯的说法，看一下。哎，这里的话爆点，但是还是被抓到了，还是要击倒，跟第一波击倒有点相似，就是极限的 CD 画不出来。是的。但是也是拖出了化险为夷时间，也算是能去接受一点。但是Springer者的技能也还没交，而且主要是刚刚是有一个园丁的一个双倒，现在其他队友来不及摸他，那他的一个自愈是一定要交出来。交掉了。对。但其实Springer者如果第一波击倒的技能不交的话，到第二波挂飞，那就相当于其实也经历过一轮 CD 了。对。 但现在相当于他逼了技能了，拦截的非常远啊！这边回溯过来，搂拦一刀。那前面的话应该还要去选择交一个护腕，看这波直接顶点上了，顶点防止主播追双倒。而且这局你会发现，就因为这个双倒，导致这个整体的密码机，本来来说应该是开3台的，对，有可能能修开4台机，然后打。对，那现在的话是3台密码机都没有修开，就是因为差那些。 这边选择飞上二站台再难挂一点，对，拖一点的时间，那也算是有效的一个拖延。这把的节奏确实是跟不太上，所以他们也没有选择那种来 OP 的打法。是的，另外一边园丁跟 UB 先赶紧调整一下状态。也看Springer者挂上来之后能不能秀到，而且他手上是有技能的，刚好是移形。看能观察到这个位置吗？没有选择过去，还是要排一下，没看到。是。 求生的话，其实已经先把园丁给调好了。毕竟佣兵手里有护腕的话，他是可以自己去站。好像是排到佣兵了，看到脚印了。找到佣兵的话也能接受啊。对。这边佣兵还是得再拖一点时间的。那他护腕可能得多交一点。手上2个护腕，进前面的板子有个博弈机会。这波要么得逼掉技能，要么得拖时间。对的。要不然对于球生来讲不够运营。回溯交一个护腕先。 但我知道你3站这台是大遗产，其实对于 Springer 来说的话，我现在围绕着3站的密码机去打就行了。对。终点站的园丁因为补状态是没有开掉这台机子，所以现在有一个3连的说法在。看一下这边，这边又倒了，再给的一刀。对。现在马戏团3站以及终点站形成一个3连。那对于 Springer 来说的话，手上技能还没有交。 其实挂上以后也有机会第一时间去管一下18那台密码机。这边的话还在强修85，感觉有点不够。88，但是没有选择交技能。 92、93、94、95，要给一刀先。这修的话有点，那可能救不了，他救不了，因为他的密码机没有压好。刀一刀。对。
那这边的话，磁铁还在远端的起点站，佣兵有点来不及救援了。是的，我完全可以挂上园丁，再去拦截你这边的一个咒术。是的，我可以观察一下，看到了咒术这个位置，园丁我也可以放在地上，因为毕竟他也没有自愈了。没错，手上有移形，直接先交出移形过来下来。看一下磁铁的一个限制，先断一波影没断掉。但是现在磁铁园丁也没治愈了。对他的牵制很难受，首先他要救佣兵，这个路程就非常远。手上还有一层喉，这个位置这边也大概也来不及，要断不到月才行，能断吗？得断，看能不能看一下，再断没断掉，没断掉之后够啊距离。我只要在椅子跟前，这个人你就救不了。对的，有回数，这边板间博弈处于一个优势，有回数。那另外一边园丁是因为前期的一个双倒导致交过自起，所以说这没有自起。那先过去把园丁给挂上，是看防止他的一个位置我找不到，因为咒术我刚刚击倒，我很清楚他在哪里。是的，感觉是刚好够的。对，那把人挂上，磁铁这边的话位置也是锁定，就在脸上。那这样的话也是能完成一个4抓。没错，那也是第2回合上半回合 MRC 率先破冰啊，拿下一个4抓。对，哇，这一局好，起追目标先往小房间走。看到了枯草的一个位置，而且枯草是直接没选择在小木停留。他应该是放幻灯片，然后往大船的方向去拉，直接放幻灯片赶路。因为他都知道这些点位都不太好溜，对，很容易被架住。就小房子位置一个窗户一封就不太好追了啊，不太好这个牵制了，对。这边可能到最后可能得选择吃刀转大船了，这边。对。对的，看一下这边。因为已经不太好去躲掉这样的一个上蜡。没错。然后把幻灯片交一下，挪了一下本体的一个，看能不能最后利用一个，哎，好像拿不到刀哦，能极限吗？有机会，有机会躲掉这个。但近距离还是能拿刀。对，这里 Sprinter 也是想上一些蜡，但是并没有啊，刚结束了一个满蜡的状态。这边可能要交移形赶路。对的，手上是双弹啊，所以说其实土草这里还能再溜一会儿。哎，但还是能跟上，对的，还是能跟上。他给了个震慑。那其实对于蜡像师来说，能拿震慑其实很舒服。对，多一刀会多很。对，多一刀的话，第2波手势可能就直接2阶了。对的。对。那看一下这边挂上之后，先控一下中场的18的马基，但这局的话，其实18也是带了一个化险为夷的。可以先去封一下11的，对，然后18本身就要救援，他是修不了。那这样的话，场上多了一段跑图的时间。对，场上只有1个人能修。这个可能能再摊一下心理刀。摊到吗？要摊吗？我觉得心理选择交道具赶路了。那这样的话也是确实开启了自己的一个2阶状态。那这波的救援的话，我觉得得考虑了。即使是大副都有对，有风险的。大副得贴的提前来，很早就提前来。是的。这既然让你难挂一点，给到了队友这边一个幻灯片，那整体的密码期的话还是差的比较多。没错。这个图蜡像师的优势点也是在于它的封电机能力挺强的，中上的这些电机只要挂在中间附近，基本上能封好几台电机。是，现在大门跟中场已经不太敢修了，全是大一场。但是大副的位置的话在里面过来，这个位置好像有机会搏。松手了，是的，但是非常稳定，而且还有怀表。强势大副的怀表，想打一个双倒吗？哇，这一刀再惊险躲掉。主要是确定枯草它整体的一个位置是架在大门嘛？是的，不允许让他无伤，然后连道具都没交就把人给救走了。是这边的话93了，那手上有2阶，这边也是很难牵制啊，定住给他一刀直接击倒。哇，马基的话，毕竟大门这台没开，剩下全部都是大一闪，但是手上有技能呀。是手里的移形是好了的。大门是台71的遗产啊。他会选择直接传送吗？还是中场那台也没有抢开？对的，大船也在防，对，都在防。就远端磁铁这边的话，毕竟是双弹飞轮的，所以说也是小防比较安全的点位，就硬修了。跳传大船，传大船了。心理这边的话，毕竟状态已经没了，比较难牵制，他被动已经交过了，而且感觉是有机会，而且这边的带点是要往大船海边带吗？给到一刀落地刀直接倒这儿了。但这边的兹挂掉了，好像。哦对，好像挂不上，好像是挂掉了，看一下啊。如果说挂掉的话，要往远牵。对，往远牵，但有可能有点极限啊。我觉得应该是能。哎，他可以先封一下密码机。那不许能挂，找11。
那就看11了。哦这局又把压力给到11了。18这边也是提前预设好了，对，就是传送下来会直接倒到这个角落，让他对不好挂不上。这现在对于 Spinzer 来讲，就是我把11级倒的话，把它挂回大门还是一样的效果，那这样2块表也是都逼掉了。现在 Spinzer 必须得守住大门这台密码机。对，起码得在传送好之前守住。对。然后直到你现在开大船，那心理学家位置也锁定，勘探位置是锁定，就大胆的去追11。但磁铁这边是没有选择去摸队友啊，应该还是要去把18给摸起来。这边是可以不摸，因为他一定挂不上心理学家的。要摸了，要摸吗？要摸了，摸了。那摸了，我再往那儿倒的话，对，还是挂不上。对。但是这样一来一回，其实中间的空档期反而是把传送给传送拖好了。对于斯宾者来说了，完全也能接受这一波。对成都机器这边的话，得选择去新起一台电机。对，看大副那边能不能再修一台。应该是要去新开了。对他先补了一个道具。这边是利用这个大建筑物啊，然后进行一个绕圈。是的。但是这3台机其实挺近的，就海边大门。其实对蜡像师来讲的话，其实都能很快的守住。是的，哎，但摸了一个娃娃就很赚了。可以把自己的状态调好，是调好之后，但这里反而绕到了18，但18就还在那个地方就可以了。技重施，对我再往那个脚里一倒，他可能就直接不管了。对于身份证来讲，可能直接不管。但他的手上这附近也没有，对，强行挂一下。对，主要是你们没有兴起，就算这边让你摇下来，我再快速击倒也可以。主要是密码机你们一直没碰。而且这个距离他带底牌的话，应该是能挂上吧？好像能极限挂上，对的，因为带了底牌的还是。除非求生他带了摇，但一般单波的心理不会带摇，不太能放下来，因为当时他放下来是为了防这边11去修机。但这样的话还是挺爆点了，等一下海边密码机在抖动，密码机才20，然后也确定了大副的位置。对的。这边持续爆点，这边还在修。勘探员得选择松一下电机，让得帮忙一起救。11这边感觉自己是没关系的，能救，因为手上有护腕，但有传送哦。对。而且密码机压不好，而且现在才50多，他的护腕是往反向交的，这个人是不救了。哎，他松手了，那会给到身边的一个信号，觉得过来救人。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是，清理救不到，我可以传过去管这个勘探了。对。耳鸣没了，看他躲又在躲了，再回头的话又去找大副。那大副这边有耳鸣，这个耳鸣是娃娃的。我觉得可以先把这个他看到了，他已经看到大副了。对，还是救不了。好，电机也没压好，现在。那就先针对到大副，然后我手里有传送，你压的密码机离门非常非常远。直接默认勘探员要压好电机了，所以打一手凯尔接，直接秒击倒勘探员。他热辣没有选择交，是给了一刀11头。但现在的话，其实还是一个没道具的状态。没大心脏贴门会非常慢。是他在海边，手上有传送，这局对 Spinzer 来说很有机会。这方面非常大。大副这边也很难牵制出来。对我这里大不了打一刀，对，勘探员贴不到门。对的，不着急，对 Spinzer 来说可以先挂上，但是耳鸣这边的话不好判断，因为当时有一个娃娃，对，有娃娃旁边，他可能选直接先传一手。不管这个耳鸣了，直接去往外走。去排，觉得你大概率走的是大门的方向。不想浪费时间。一直很沉稳。上次看他比赛，他的传送念得非常的。但这一波就怕什么？就怕如果说来大门没有，他会传小门，因为他可能会赌求生方这边去开小门，再来去压这个人。这边还在捏着传送不交。对。他刚才已经意识到双11有耳鸣，但他知道那是个娃。对。知道不是一个活着的求生啊。这边在往小门走。但他走到小门就不会喘了。是的，用抛蜡去判断一下位置有没有人。对于磁铁来讲，这把很可能就只能去选择走这个地窖了。对，地窖的话在大门的方向。大门的位置。因为他一直不点门的话，也会爆压的。是的，耳鸣又亮起了，但是知道是这个机械傀儡的，我觉得。会去打吗？要打一下吧。可以，不打。看见了，主要是磁铁只要把挽留给拖了，但是知道他的位置。但这个位置对于磁铁来说是有机会可以等掉你的，等到挽留。然后它有飞轮。对，有3磁铁，有飞轮，有操作空间，而且操作空间很大。因为其实勘探员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可以克制到蜡像师的一个。是的，我可以正好解掉你的困。监管这边他不敢深追进去。我给你让身位的话，你就离地窖近了，我的传送传不了地窖。最后也就是等到一刀斩结束，然后看勘探员啥时候下来。对，然后再看自己的2阶怎么交。对。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拖到这个地窖换地方换位置。对，有可能。哎，但是这里。
让了一点身位，把磁铁吃掉。这个位置真的是不太好追啊。就两个人现在已经我感觉很有可能会对，如果都很保守，我觉得可以等，对，等到地窖换到大船的甲板，对甲板下，对，那可能走的概率就更大了。是的啊，现在毕竟距离还是有一点点远啊。确实可以说我直接去操作走这个地窖，但是这样的对话有风险会更大。大门的这个地窖距离最近的位置的话，其实就左边右边嘛，要么就是双11，要么就是甲板。但是看起来应该是想要去又回尝试了，但这个位置其实有给他身位了，而且磁铁没有丢中，走到磁铁上面，这样子的话，就88的了。这边不敢吸啊，哎呦，但利用加速过去，但是 Sprinter 可以，他可以先站到地窖口门往外打，但是有眩晕，怎么说？我最后的这个弹射眩晕，刚好久啊！好，来看一下起追这边，先把伊森往中场去调动，然后本体的话也是压迫一下邮差的一个点位。是的。绕一手，觉得冒险家这局还真不一定能找到冒险家。对，往这边卡，但是其实冒险家好像已经往大推跑了。对。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追击点位，追击位置邮差是还是能追的。没错，在邮差这边的话也是带了手双弹飞轮，但我觉得追邮差反而就进入了他们的一个开局的铺排当中。这边极限进板，59侵蚀值，非常的极限啊。对。然后看一下前面的一个板间博弈了。因为现在的话，尽可能是不让自己的侵蚀值上到60，但是回头放狗肯定是会有这个机会的。所以说前面的话，61侵蚀值，而且落掉了，给到一刀，拿到一刀。对的，这一波 Sprinter 是非常精准的预判了你交这个信号权的一个位置。是的，追猎跟上的速度太快了。对，这波判断有点失误了。来看一下，现在被夹在侧门废墟里面。对的，一组本相能否去吼中？手上闪现好了，命中闪现，到的非常快，能够逼出来一个闪现。但我觉得闪现交了也行，因为他毕竟还有后手有飞轮嘛。其实邮差的话，我觉得还有一定的二次的机会。对，看这波救援，前锋能否找到说无伤救的一个机会点？因为在技术的时候，其实很多前锋都会选择撞救。这波选择让前锋中也是得让他给他操作出来，是的。看一下这边冒险家的一个位置，记住18，然后要收医生的时候，哎，没有抓住这个时间点。因为这一波打前锋一刀的话，还没到2阶，还能再拖点时间。这样子以前会给到一个陶片啊，这样子反而就很少26机会了。这波还不能被打针对啊。对的，交狗没有命中。哎，但打断了。对的，哎，没有给，一刀都没给到。哦，这一波没给到，哎，还是没给到。那这样的话还真有机会26了。是的，没2阶。是的，没2阶主要是，但是这边好像能够跟上邮差这个位置，但是会被架在木，交过了。前锋得在旁边准备帮撞。是的。很断。对，那前面的话应该就是不太好牵制啊。没错，这边给了一刀。那前锋这里要去 OB 的话，其实难度有点大。密码机现在我加上密码液的话，就要先提升一下前锋。对，等前锋100的时候可能是的话的。哎，压满。我想拿一下他的状态，开了2阶。但是医生喷胶了，其实对前锋来说有操作说法了呀。库草这里能不能撞到呢？这一下，看一下。这波可哎，提前拉着急了呀。挂了，主要是前面其实也能发现 Sprinter 一直在防，这里还有一个地下室。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平局对于监管者来说有点，机会很大。现在我只要先把这个人守死，对，你这边密码机是不够的。因为你地下室出来，其实你火是很难规避的。火灾还不一定好救啊。对，而且脸上枯草这些密码机会被干扰。看一下气囊，打一刀，下面提升吗？有2阶，好像没有。传过来，想击倒前锋，打倒前锋。对的，然后2楼的话还有陶片，再传回去。那正好抓住了你这边想出来的一个位置，哎呦，那可能就不太好出球。那电机开好之前就一定会挂飞一个了。对。是的。这边狗咬到，然后去扛。气囊能把这边楼梯给堵住吗？看一下，堵住了。那上面有医师人可以寄生。对的，这侵蚀值很高的57的侵蚀值，手上飞轮还有20秒。怎么说？先有队友来帮一下吗？想办法躲掉医生的喷没躲掉。
前锋这边还有2/4的球，火他得速往这边赶往，赶，但是这个站在这个位置，教堂里面，对，来不及，有点来不及。指明者这边防一手，一身喷打断飞轮躲一刀，但是球的 CD 3秒钟有点不够了，球的量不够了。对。那只能考虑3人3跑的一个可能性了。但现在 Sprinter 他手里的闪现捏得非常死，我只要一直捏着我的技能就可以了。是的，一个技术落地2阶拉满，上节奏了。密码机这这边还不够，地下室还能再挂在地下室。对于 Sprinter 来说有点不可挡了，这个优势。这里只能让冒险家来救，但是如果你把冒险家让他来救人的话，密码就会更慢。而且你这个化险为一交，就唯一3跑的机会都没了呀。再加上半状态的火灾，其实不太好去修这台大遗产的。是的，修还是没问题，他可以用气囊卡，但是，真的救下来，哪怕说什么之类的，其实你不好出去。哎，好像是没有，这边没卡上，没卡上。那这样他就修得更难受了。这样的话，这个人要么你卡盘就电机是压不好的。对的，看这边想打一手。其实现在手里都有技能。是的，这边有。他都可能去打一个救援拦截也有可能啊。想卡一个过半。对。想卡过半。等一下，喷断没喷断？喷断，但是。密码机没有动啊，因为那台是个新的密码机，才30的一个进度，58的是脸上补不上。他现在手里的树叶加上。现在倒地一个上挂的话，那电机还是那后面的人都全部都不好救，得大心脏救。哎，但有点丢失枯草这么一个视野啊。他其实是有点想过来。他可能以为电机是不是快修好了？对，但其实这台新的差的还是比较多的，反而是让冒险家把那台遗产给补上了。想再耗一耗道具，耗道具耗一下，2阶落地满金石倒，他还是没人救，还是没人救的一个问题，还是没人开掉。密码液好像极限就是能扛开，没有选择。哎，没用输液。用，应该还想打算救一波吗？但怎么救呢？大家都是半状态，而且没，对啊。冒险家可能忘了自己手上有10%的输液了，刚才是好像极限能开。对，然后11手里还有个球。这样我得利用大心脏救人了。对，但你这个有人起来，但是2个人都在脸上，手上有闪现，只能往这边的板子转。在这里交气囊弹走。看了一下前面，主要1-3人把小门也管住了，没有办法点。不让你点门，只要小门不开，11倒在这里，我就有机会保平。而闪现大还没碰上，因为他压的是小推的电机。没错，把人牵起来。其实现在1-3人往大门赶都能够来得及。对的，对的。去拦一下，因为毕竟冒险家还没有贴到门。但这一局对于 Sprinter 来说的话，只需要稳稳的保平就够了，就够了。对。这边的话还想去管门，确实是有可以管到。对，这个门的进度来不及。前锋不去卡着的话，那这样的话可能是，要不然是抓去了。多抓去，因为那边的逃骗还好了。看一下传送落地回去，是救不了这个人。前锋的位置刚刚路过的时候已经看到了。对，是卡在墓地的方向。对的，然后记述一下椅子上的人，找一下前锋的点位。前锋这边要赶过去救人的话，手上只有一丝球皮，只能躲到飞轮先躲一刀。但是隔窗刀打到了。那2边都倒地的情况下，先把前锋给。其实前锋可以不管啊，因为他没有自愈。对，我现在去管一下冒险家。先把冒险家这边技术再技术一次。对。因为他就算自愈起来，这个门的进度才62嘛。对的，然后逃骗已经是没有时间猜了，没有时间猜，没有机会猜，他直接点门。然后我再传过来。传声落地给到一刀，那也是4抓。但是恭喜 MRC 成功晋级到我们下一轮的比赛当中了。是的。今天打下来，我觉得到了第5局，尤其能感觉出来 Sprinter 他后手留的这些角色，确实是让对面的一个劣势方想要争多的话，其实是难度很大。对，太有压迫性了。对。就是他这种角色池到了最后一回合，艾维塔球手还会让对方去忌惮，对吧？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对于神斗机的求生者，他们的 BP 也很难做。是的，对吧？因为你前面的话，你一直在防范这节手，这些板控场的角色已经用的都差不多了。是的。对于 MRC 来说，确实今天这一场打的也是非常不容易，不管是求生方也好，监管方也好，发挥都是相当的亮眼。而且在最后一回合 ，Sprinter 也是凭自己的实力拿下了一手4抓。对，也是弥补了这个胡景春没有4抓的一个遗憾嘛。是。对。感觉到虽然说赛场上很沉稳，但是现在终于结束了，所以说能看得出来他还是释放了一下自己的一个情绪。是没错，给到了 Sprinter 的一个最佳演绎，率先破冰的。对，
在第3局啊，是能看到他的一个演绎得分10945.4，局军击倒7次，局军破坏板子2.4块，震慑0.2，局军淘汰3人，是第2次最佳演绎。我感觉 Sprinter 上了几次场，拿了几次最佳演绎。对。好，进入比赛画面，监护者也是想要去中场先改一下密码机。这里是一直在低头的，低头肯定不会想找这边冒险家了，应该是想直接追这个前锋吗？不追。 回头想调一手幻灯师，幻灯师那边感觉他们的走位都是在靠近这个大房区域附近。对，哎，18也在附近。不过绕过来，其实冒险家也在附近，而且这里露脚印了。哇，那开局的话，其实他是已经抓了一个比较想去追击的求生者了。对，18的位置貌似双重惊喜，还能去打一打标记。不过地下这个标记没打到。对，第2下打到了。 打到了只是个焰火，窥视者，看在哪个点位能去限制18的交互啊？要直接放了，先放窥视者。一旦你放了，18就必须要走，他不能在这个窗户一直跟你去拖的。但你这个区域的话，感觉有一刀了。对。而且你不太好转走了，你刚刚飞轮已经交过了，感觉这一波要倒了。是的，绕场阡陌完成击倒。哦，前期的话，其实这一波骗走位是把他们3个求生者都压在了靠近大房附近，而且还看到了这个出来的冒险家的脚印，很赚啊！骗的太多了，冒险家当时这边的脚印他也急，他觉得自己已经被看到了。其实斯宾塞当时只是看到了脚印。磁铁看怎么救援。 也只能套个化险为夷吧，救不活呀。想拿球，尝试让自己不双倒。酋长还是想摊，但是感觉要去摊的话不太好摊。等他停球，停球的话啊没能摊到。是的，那可以回来去找一下这个冒险家。对。不过这把18那边是带了一个云中漫步的，能藏住吗？藏不住啊。感觉他也没有这个藏的想法。他走的因为他刚是直接走的，直接走的话有脚印。确实，走的地方实在太空旷了也。这里火灾也在过来帮忙，堵住这个门口。先把气囊清掉，还想再藏？那你现在藏跟这里有一个草堆，不对呀，双重击血打中了呀！而且你现在藏还不如刚刚藏嘛，就是他想去摊前锋的时候藏。对。而且你刚刚如果要藏的话，我有个火灾可以出来帮忙混一下脚印。现在再藏的话，你这个排点终究是会排出来的。你说这火灾过来帮忙，他是赚还是不赚呢？因为他要过来，是气囊帮他堵住了，但是他自己当时那个身位让双重惊喜指向了他。也间接的打中了这边的冒险家，冒险家藏的这位置被发现到了。此边呢是刚刚通过那个受击伤害啊，受击那边的一个声音，判断到了冒险家在哪里。你现在的火灾过来救援也只是过来给个化险为夷，所以想摊一格火灾的状态。要硬摊吗？还是摊到了？摊到了。冒险家点位通过盖板，想拖出化险为夷以外的时间。还有一个飞轮的机会，对，能规避掉一次的标记伤害吗？现在就差个粘土了，翻过来其实就要吃震慑，前锋只剩下1/4的球，不太过来这边进行个撞，他要敢过来帮忙，他自己一定会被衔接节奏。那现在密码机的话，其实还有一整台，是。而且脸上还有一个半状态的火灾，感觉这个火灾牵制上来挺有压力的。没错。一个空中飞人先贴近身位，气囊弹开，再翻窗，再给到另外一层标记了吗？好像没能给到。但这个窗快烂了，刚刚有人翻过。对。绕上阡陌，直接击倒，再把气囊清了。密码机的话还差最后的半台，这里选了直接传送落地的话，其实是半状态的前锋。现在他想要拉开点位，拉开点位能让幻灯师过来破译这台密码机，但拉得开吗？感觉比较难，这个点位不怎么能拉走啊。对，而且你球量其实也不是说非常的多。等一下，还有地下室啊。但这把你可以有一个挂外面不让你去修密码机的机会。对，就是不一定要去挂这个地下室。反正我知道你那边火灾起来肯定是自己交的绝处逢生，然后你脸上这个人我挂
密码机连上，你也没法再去偷一点密码机，因为你挂地下室的话，你签下去的这个时间可能能再摊一点。现在幻灯师救援也不太好说啊，这门他到时候也能去堵。哦，他过来救援其实应该也是能救下来，但你救不活。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去将这个人能去带走？感觉是比较难，你都没有化险为夷了，而且你这个前锋现在马上就要过半，这把还要可能会被多抓，压满是不够的。你外面是一台新的密码机，就是刚刚可能修过20左右。还一直在卡，幻灯师是没有化险为夷的。所以过来救也只能拿自身去帮前锋去扛这个伤害。不过 Sprinter 的话，其实感觉在这个前锋的一大半的挂椅时间之内，他是没有就是占到更多的优势的。对的，密码机现在已经是78了。但是这边惊吓标记上的很多，这边是先击倒了一下前锋，能够先淘汰掉前锋，完成击倒。那幻灯师身上其实还有2个惊吓标记，再去追幻灯师，现在就差个粘土了，粘土就能击倒了，直接开。但这把的话，其实可以先去处理这个幻灯师，反正你身上挂着2个惊吓标记，我给空中飞人上来。对。还在走位扭，还想拖时间。但他主要是得拖一个火灾那边点人的时间，但是刚刚火灾是给了一个假走位，火灾刚刚是假装他要去点一下，但这个点位他能看到啊。对啊。他看到了，直接往左边转，然后直接抓就行了。而且你要起耳鸣了，再往前。等等，斯宾塞这个视角怎么感觉好像是没看到？他在一直往右边看。不过他能双龙惊喜定位。再定。而且你始终会排出来这个耳鸣的嘛，因为你毕竟是在散门这个区域里面。对，走到脸上。但是这样子打下去的话，可能要被4抓了。你现在虽然说我没有挽留，但是你也是半状态啊。没错。而且我幻灯师那边已经在椅子上面了。你也没气囊，对，贴不到这个椅子。你要不就只能硬救拉扯跑一个，但是你可能下来之后2个人都没有办法进行去牵制很久的时间。现在甚至说你可能救都救不了。那完成击倒，那再把火灾击倒。是的，斯宾塞也是在第4局的上半场完成了个4抓。看一下这边的动画啊，看一下，哎，感觉他这个就是好像就是在说你们过来。对，你们所有人过来呀！大家好，我是来自 MRC 的世宏。Hello. Oh, welcome! Looks like you already know how it works. Now, 下一个问题我们来问一下 Sprinter， 因为这个其实是他的第1场，对吧？来到我们 IVL 之后的第1场比赛，来问一下他感觉怎么样吧。It was your first match since you joining the IVL. What was it like? Nervous. Too nervous. Too nervous, but you did so well today. 他说他特别紧张。那下面的一个问题呢，我们也来问一下 Sprinter， 因为我相信他从加入到我们 IVL 以来啊，就有很多粉丝非常期待他能够上场。今天真的是很不容易，终于看到了他的首秀。那也来问一下他有没有什么想要对一直支持自己的粉丝讲的吧。Before we wrap up, a lot of fans have been waiting to see you play since you joining MRC. Now that you finally made your debut. So, is there anything you want to say to your fans? I understand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eyes watching me, not just in this region, people here, but also in America. Yes. Everywhere, people are watching me. I think that contributed a lot to my nervousness. Okay. And perhaps I'm quite disappointed that I got really nervous because normally I say I don't. But people that are watching, keep supporting. I made a commitment, and I'm really glad that we got through. Okay. 加油加油 Wow, you can speak Chinese now. Thank you. 好，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是往皮皮章的方向走啊。看到教授没有往中场，有想法，先中场赶一波，再抓教授。骗了一下，绕了一下光，但是好像还是走了。对。没有，他可能进中场，然后再去找别人。是他在给整个一个假信息。对，先赶一波，不着急。去小门了，皮皮章这边好近啊！但是很近的没看到。哦，看到了，反应过来了。对，反应过来，但是也是给到皮皮章转到一个安全点，这个位置交弓箭是能打。这箭空了。下波直接腾万捆到，然后来刀，但是有了，还行。我一个容错。是。但是第一刀还是亏啊。对，这边。等一下，先开门，对，等一下再开门，再往前走。看到吗？西藤万怎么说？
感觉可以吸。我觉得还是这个位置要先踢一块板，不踢板的话，感觉还是踢板，因为他没有在这个板区。对。哦，这次命中了，命中了，没有命中，有一个机会。对，是想直接过板，飞轮先躲一刀，很漂亮。但是这波有危险，还行，靠着自己的道具先吸个地板，这波可以了。第二刀如果缠住的话，可能是，但是这边躲掉了，左位非常秀呀，躲掉了。在龙他真的太核心，碎石还同时躲掉了。但还好拿到个第一刀，是的，但是第一刀其实我觉得真的已经拖了很久了，1分20秒拿的第一刀，手里闪现都已经在手里冷却20多秒，而且没有板子，这波追击同样比较费劲啊。对，有机会预判，怎么说？看一下怎么说，这个位置能预判到吗？手里小鳞片，小鳞片刀。哦，他是等鳞片消失之后再去出刀的，很稳，很稳。那这个没有6到3台啊。1分40秒，我觉得也可以了，也可以了，而且考虑到他这一局是有国王反照的，其实密码机是有机会够。是的。这波看一下，依旧能不能动用最少的人手完成救援啊？就一个人过来，外围的专心修。先让教授救完教授直接原地修，对，然后往红毯走。是的。走完，然后野人大概率需要把红毯机补掉，然后这把电击会非常快，没错，快到离谱。先交鳞片了，想吸一波藤蔓，但是鳞片直接顶掉。是的。我想博震慑，哇，出刀了，对，没办法，教授的一个被动啊，是又是一波无伤救。去小门也可以，因为红毯那边有人修了。对，但 Sprinter 这边很聪明，我先封一下你密码机，缓慢对，让你的第4台、第5台慢一点。先补掉野人的，先补掉再过来也可以。这样的话，密码机其实差的就是墓地的心机。对，而且剩下2个人都是100的修击速，回收非常快，然后配合加速。还早，是，而且下一波其实先知也能过来扛，是的，亮了之后，先知过来，可能还是需要弓箭手先多撑一下吧，而且也要野人来保一保，最好是把野人猪3秒拖出来，对，这边先靠着这个野生伙伴跑到椅子面前，然后再看能不能拖波 CD， 是，边切底牌了，底牌切成了传送，先骗一个碎石。再吃2波藤蔓，是的，这边得打针对，对，没办法，淘汰进度很极限了，要来看一下最后一点点。哦，震慑，他是非常细节，他先假装吸地板，对，然后取消直接出刀 ，Sprinter， 我的天呐，这一波太细了，而且果冻这台是最后一台啊，大一闪刮回来了，够的，差25%，而且我们没有多的搏命了，这波只要一直打针水，这电机就一直修不开，没错，这边先不着急。先开个重金，怎么说？打一刀，那野人火了，但是教授怎么办呢？不着急，可以吗？野人也不太好活呀，不太好走。手里有藤蔓，我说有想法吗？看一下藤蔓找小肉骗过掉了，对，直接一刀，教授没心脏，对，而且这个时候回忆还不敢修，是的。求生者必须新起一台，但是野人这个状态会很危险。想强压这台吗？传送了，传送落地野人这个位置，野人没猪，不太好牵制啊！野人要倒地了。对，重金托开起来，这个位置直接一刀要4抓了，先知得过来，先知得过来打团了。对，因为你修机是肯定绝对不够，然后这个教授还没有这个回环照，对，是，只能，而且这个也是个2挂，这把甚至可能会面向一个4抓，对，是有机会的。吸一个重金之后，先着急到中场，教授必须要交出自己的绝处逢生，先开藤蔓拿个状态，不好救啊，非常不好救，而且密码加是10%，差的其实是比较多的。准备锁机子，先锁机子。OK， 锁到了。然后这个起线也非常急，对，不要打断，对了。而电机现在修不了，现在修不了这个密码机。没错，密码机一点都过不了，也不太好撑啊。对，我下播直接开个门，先开门攒个碎石，然后拉藤蔓。是，直接秒了。开门，密码机还有20%秒，有重金，怎么说？看一下这波能秒吗？哦，左位躲开，那还行，说不定能撑到密码机够。对，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看我怎么说。就看最后一波碎石了。这边有点小失误，挤门，但是没关系，挤过去，接到一刀，密码机够了，双人开门战。是的。但是先知这个点位要牵制起来还是有压力。是，而且这个教授天门还有时间了。对，离门很远。传送能好。对，传送肯定能好。先拉过去，再开重金，再开门，直接出刀。这没办法了。哦，这样极限才摸到门，先挂人吧。先挂人，手里传送6秒钟，最后6秒钟，来得及吗？3、
2，挂上传送刚好，直接传吗？还在点，直接传了，落地，要4抓了。Sprinter 要还8比1了，弹开。挡没有用，没关系，先知是刚挂上的。是的，这边。 不着急，给个碎石，上个这个交互减速，直接接到。飞轮，但是飞轮顶掉，很秀，但是没有用，拖不了太多时间。先给个碎石，交互减速。没办法了。是。MRC 还了一个。